之前的几期视频在计算了我们一家三口在湾区的生活成本之后，我就开始陆续研究一些搬去其他地方的可能，其中包含了北卡、亚特兰大、西雅图、新泽西和华盛顿 DC。 那之前是分成多个视频讲，现在我就想把它们整合起来，这样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区别。那我还是一样会对比收入差、税差还有生活成本的差别。首先是收入差和税差。都说加州湾区的收入是 top tier， 但是阳光税也是不少交的。然后好多人也知道其他地方的收入税可能都比加州低，但是收入也没有加州高呀，所以我们看的时候得一起看。重要的是要看收入差和税差，它们之间相互抵消之后，最后到手的钱到底是相差多少，以及如果情况是少交的税抵消不了少赚的钱，那就要看一下节省下来的生活成本能不能补上这一个缺口。那我们首先看工作机会和收入差，直接看这个表格，中间蓝色的部分是在加州湾区，那我们就以加州湾区作为基准。在收入上，我是同时参考了 AI 的数据，还有 Level 到 FYI， 而且我主要看的是高级软件工程师的薪资。那蓝色的左边两列呢是北卡和亚特兰大，北卡三角区的总包是湾区的85折，而亚特兰大只有湾区的75折，这个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但是又貌似在情理之中。那我想呢，毕竟亚特兰大也是一个大城市，而情理之中的部分就是北卡三角区确实也是汇集了一些科技企业的，但整体上来说，北卡三角区的科技岗位会比亚特兰大多不少，但是他们都明显的低于湾区。如果给湾区在就业机会上是5颗星的话，那北卡有个3颗星，而亚特兰大却仅仅只有2颗星。而且虽然我在 Level 到 FYI 上面看了好多科技大厂薪资的对比，但是这个85折也好75折也好，其实都有点粗略，主要是因为这2个地方本来就业机会就略少，所以 Level 到 FYI 上面搜集的样本就比较少。而且据我观察下来，不同公司之间的薪资差别其实还挺大的，估计主要是看那个公司在当地的 office 有多大吧。接下来是蓝色区域的右侧，这边普遍就比左边的工作机会和薪资要好。那在工作机会上同样都是给到了4颗星。那我这里同样是看了多家科技大厂的数据，新泽西呢就比湾区少了一丢丢，就有个95折吧，而西雅图和华盛顿 DC 的话也是差不多，都有个9折。如果你在意跳槽机会的话，那右边的3个地方就明显的优于左边的2个地方。其次是看税差，那联邦税在哪里都是一样的，所以这里的主要区别在于州税，有些地方竟然还有地方税。加州州税是高达 13.3% 的累进税率，那赚的越多呢，交的州税就越多。北卡是固定的 3.99%， 然后亚特兰大是固定的 4.99%， 新泽西竟然也不低，是高达 10.75%。 西雅图呢，现在目前还没有州税，不过说2028年税年以后呢，可能会有一个100万富翁税。华盛顿 DC 的话，住在城里税就高了，要高达 10.75%。 如果不住城里，住在旁边的马里兰，其实税也不低。别看州税上面是略低，它最高的累进税率部分是 6.5%， 但是这个地方要加上一个 3% 左右的地方税，然后加起来分分钟就已经跟加州齐平了。然后住在另外一侧的弗吉尼亚才是最划算的，税率的上限是 5.75%。 然后联邦税的话，虽然说联邦税在哪里都是一样的，但是赚的少了，自然交的也就少了。那已经知道了收入差和税差之后，我们就可以算一下它们之间是不是可以相互抵消。同样是看这个表格，那它的最后一行呢，就是做了一些简单的计算加州家庭年收入50万作为举例，然后我们看看在其他不同地方的收入差和税差，它们是不是能够相互抵消。然后我大概说一下是怎么算的吧。那我这里就以北卡举例，薪资总包呢是湾区的85折，所以就是42.5万，那就相当于少赚了50乘以 0.15， 就是 7.5万。这个就是最上面的那个工资差付的 7.5万。接下来呢，我们按照北卡家庭年收入 42.5万，那么需要缴纳北卡州税 1.7万，而在加州如果你收入为50万的话，那需要缴 3.9万的州税，所以在州税差上面是 3.9。
减去 1.7 等于 2.2 万。然后在北卡收入变少了，所以联邦税也是要少交一点。加州是要交 11.3 万的联邦税，那到北卡的话是要交 8.9 万，所以这边联邦税差就是 11.3 减去 8.9 就是 2.4 万。那最后把这3个差相加起来就是总差，就是负的 7.5 加上 2.2 加上 2.4， 最后得到负的 2.9 万。这个数字说的其实是最后到手的钱，工资在扣除了联邦税和州税之后，在北卡是比在加州少 2.9 万。那除以12之后呢，就大概是每个月少2400刀的税后收入吧。也就是说，在北卡的生活成本至少要比在加州节省2400刀，他们之间才能够相互持平。不过这里要说明的是，税差的计算上面其实很难做到精确，因为它还取决于你往退休账户里还有 HSA 里面放了多少钱。那按照同样的方法得到的，在亚特兰大的总差是负的 6.6 万，每个月就是负的5500刀。然后在西雅图的总差是正的 0.5 万，相当于是每个月多了400刀的税后收入。然后在新泽西的总差是负的 0.4 万，所以每个月就是负300。然后在华盛顿 DC 的话，总差是负2万，每个月就是负的1670刀。那说完收入差和税差，我们接下来就看一看，如果是从湾区搬去其他地方，那在生活成本上面省下来的钱，是不是能够抵消之前少赚的钱呢？以下是对比表格，同样的中间蓝色部分是自己现在在东湾的生活成本，那房贷加 HOA 加房屋保险加上维修费一共是4400刀。那因为房子不是学区房，孩子以后要上私校，所以学费加兴趣班加 After School Care 一起估算下来是3700刀。旅游的估算的话，我在任何地方都是1250刀。那所有其他消费是3300刀。至于为什么会是这些数字呢？你可以翻看之前分享的月支出是多少的视频。那最后算下来是12650刀。那如果是搬去其他地方的话，在房子方面，我都选的是 AI 推荐的性价比比较高的区，学区都是8分以上的学区房，然后房价是选的学区房的中位数。那具体在什么地方，你就可以看表格的第2行。然后月供是按照首付 25%， 然后目前贷款利率是 6.5% 计算的。孩子这一项的话，因为去其他地方是奔着学区房去的，所以没有学费花销，就只有兴趣班和 After School 的花销。其他部分支出的话，我是统一乘以了一个 estimated 的百分比，这个也是在我对比了几个地方之后找到的计算规律吧。那最后算出来的月支出就是蓝色的这一行。就生活成本上，北卡和亚特兰大明显要低很多，西雅图、新泽西和 DC 就和湾区差的没有太多。但是如果把之前的收入差和税差都加进来的话，情况其实略微反转了一下。因为这个表是支出表，所以之前少赚的部分其实就相当于是多花的。那从总数上来看的话，以现在消费为12650刀为基准，那亚特兰大就明显的出局了， DC 也要比现在的高，然后西雅图是和现在基本持平的，最后胜出的是北卡和新泽西。但是对于我们家来说的话，其实北卡也出局了，因为我们还是比较看重就业机会的，而且北卡回国实在是不方便，没有直飞的话是在意料之中的，但是转机的选项也是寥寥无几。所以对于我们家来说，进入决赛圈的是西雅图和新泽西。那我们接下来的计划就是要和当地的朋友好好了解一下这2个地方。那最后其实说实话，这个模拟出来的结果也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大家不喜勿喷啊，毕竟这个只是根据我自己的情况和假设模拟出来的一个情况。那每个人的工作级别每个家庭的家庭结构还有生活成本其实都有很大的差异。那也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我是龙龙，我们下期再见。